前段时间全球最权威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搞了一次轰动全球的民意大调查。他们在全球36个国家找了42000多人，做了一次关于中美两国到底谁更受欢迎的深度大测评。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直接把华盛顿那帮人给气晕了。在参与调查的36个国家里面整整有25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全面碾压了美国。这里面呢不仅有非洲、拉美、东南亚的广大兄弟甚至连加拿大、墨西哥、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西方亲盟友都站出来给中国打了高分。这眼看着美国被中国打是节节败退结果你猜怎么着？就在7月31号，印度有一家叫欧亚时报的媒体突然跳出来发了一篇惊天动地的报道。印媒在文章里用极其骄傲的语气喊话华盛顿：美国人，你们必须得狠狠地感谢我们印度，要不是我们印度14亿人口绝大多数都讨厌中国，坚定挺美国，你们美国在全球受欢迎程度上早就被中国打得亲妈都不认了。哎呦喂，你们听听这叫啥？这就叫印度是晚尊这就叫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全世界。美国人看完估计都懵了三哥，我谢谢你你这是帮我挽尊呢，还是帮我拉下水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一出印媒自作多情强行拯救美国的荒谬大戏给大伙儿扒一扒咱们先来看看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调查报告，它到底写了啥能让印媒急成这个样子这个报告一出来全世界的政治分析家都惊呼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变。报告里显示，全球有接近5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非常明确的正面评价，把中国看作是当今世界最核心的稳定力量。而反观美国呢，正面好感度只剩下可怜兮兮的36%，这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这更让美国人破防的是盖洛普在今年4月份也发了一份报告，互相印证这个事实。盖洛普调查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对中美两国领导力的认可度，结果呢，中国以36%的认可度直接超越了美国的31%，整整领先了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相对美国最大的领先幅度。那与此同时呢，全球对美国领导力的不认可度飙升到了创纪录的48%，近半数人直接对美国摇摇头，表示这老大我不服。那很多西方专家都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不是中国抢了美国的饭碗，是美国自己作死，主动把软实力竞争的优势拱手让给了中国。那你肯定要好奇了，这到底是谁在给中国打高分首先，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这些新兴经济体里中国的好感度那是节节攀升像哥伦比亚、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土耳其，中国的好感度全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更要命的是西方阵营的大塌房，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瑞典、荷兰，这些以前天天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转的国家，现在老百姓对中国的好感度都在猛增那么问题来了，在全球这36个主要国家里，到底还有几个国家依然对美国情有独钟呢？答案是只有可怜的6个：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波兰、以色列。大家看看这个名单菲律宾有81%的人觉得美国是可靠伙伴，但是同时呢，也有近一半的人觉得中国也挺好的。波兰和以色列虽然更挺美国，但对中国他也没有深仇大恨，真正从骨子里对中国满腹怨气，视中国为异端的，数来数去也只剩下印度和日本了。可能有人要问了，为啥全世界突然间对中国的好感度这么高了呢？这可不是咱们靠花钱买来的而是靠咱们扎扎实实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硬生生打出来的。你看看现在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面板，还有高铁和基础设施建设，全球很多国家都在想，怎么才能摆脱贫困怎么才能搞好经济？以前美国人给他们画饼说要搞美式民主，结果饼没吃到，反而挨了一顿打。那现在大家一看，中国模式不仅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还能带来实打实的科技发展和生活改善。印媒甚至在报道里都酸溜溜的承认了，连美国政府现在推行的很多产业补贴政策，本质上都是在偷师中国，模仿中国的做法。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功夫和中餐上，
现在呢，中国本土的文化产品直接在海外杀疯了你看这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再看看国产单机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一经发售直接席卷全球各大游戏榜单数以千万计的国外玩家大半夜的不睡觉，捧着字典去研究中国经典的神话传说，去琢磨孙悟空的72变。更搞笑的是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这2年直接流行起了一个新词儿，叫中国化热潮。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开始跟风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什么不喝冰水喝开水了，泡枸杞了。Found out I was Chinese last night. Apparently I'm Chinese. We're all Chinese now. As a Chinese baddie, I'm officially Chinese. 眼看着全世界都在刮中国风眼看着皮尤的调查报告把中美差距拉得这么大，印媒终于坐不住了欧亚时报在文章里极其严肃地写道，如果光看参与调查的国家数量，中国确实赢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人口总数来看，全球支持美国和支持中国的人数其实是大体相当的。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对印度感恩戴德，因为印度拥有14亿人口，咱们印度民众对中国总体偏负面的看法，几乎完完全全抵消了另外3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现出的强烈正面态度。各位听到没有这意思不就是虽然欧洲不听你美国了，拉美不听你美国了，东南亚不听你美国了，甚至全球30多个国家都在给中国喝彩，但是没关系我们印度有14亿人只要我们这14亿人天天看中国不爽我们就能凭一己之力把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全部给抹平了。所以美国大哥，你还不赶紧谢谢我们印度？好家伙，这脑回路连编剧看了都得甘拜下风咱们来帮印度人算算这笔账人家皮尤研究中心搞的是跨国民意抽样调查，比的是各个国家内部受访者态度的中位数，展示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意倾向。人家是在做科学统计，不是在搞全球大公投更不是让各个国家按照人口数量来按人头投票的那照印媒这个神逻辑以后全世界啥民调也别做了，啥统计也别搞了，只要联合国开会，全球搞测评，只要印度14亿人投票支持谁，谁就是宇宙无敌第一名呗。只要印度14亿人反对谁，全世界其他80亿人的意见全都不算数呗。这不叫科学统计这叫人口霸权主义式的自我安慰。美国人要真信了印媒这套鬼话那可真的是离灭亡不远了呀。如果这个事儿只是印媒单方面的精神胜利法咱们也就当个笑话听听也就算了。但是最扎心的真相在于印媒觉得自己这14亿人有多了不起，可是在西方普通人眼里，印度人的口碑早就崩得一塌糊涂了。印媒把自己想象成拯救美国全球声望的超级英雄，但是在现在的西方社会看来印度首先是一个不断向外输出人口、抢占本土资源的麻烦制造者。咱们拿这个数据和事实说话看看这几年西方国家对印度的真实态度。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早就在2024年就发出了严重警告，说加拿大当地的反印度情绪正在快速扎根因为短时间内涌入了大批印度移民和留学生，就导致了加拿大的住房、就业、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印度裔居民在当地遭遇了网络攻击和现实中的排斥歧视，直接呈指数级增长。那再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2025年的一项权威社会凝聚力调查显示，整整有30%的澳大利亚受访者对印度移民持有非常明确的负面看法，这个讨厌比例远高于对中国移民的负面比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 SBS 都多次报道过，澳洲街头针对印度人的排斥事件频发，反移民集会上更是铺天盖地的全是讨厌印度人的言论，甚至被印度人视为精神祖国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26年做了一项调查，也发现印度裔美国人普遍在当地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会偏见，不少人走在大街上都会遇到现实中的骚扰。那咱们把所有的线索串在一起看这个事儿就变得无比搞笑且通透了。这一方面呢，印媒在家里面打着鸡血，沾沾自喜的叫嚣着我们有14亿人挺美国，美国得感谢我们，是我们拯救了美国的全球声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西方各国政府和普通老百姓现在每天都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如何限制印度留学签证，如何减少对印度劳动力的依赖。印媒把自己当成了帝国的救世主，而西方却只把它当成了不断涌入的负担。
这种自以为重若千钧的自我感动，与西方避之不及的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才是《欧亚时报》这篇报道里最讽刺也最搞笑的地方啊！印度人口再多，也改变不了中国在几十个国家好感度狂飙的事实。印度媒体再怎么自我安慰，也救不了美国正在衰落的全球软实力。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